在2005年春节，一个非常平凡的例会上，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兴区分局的民警们对一条不起眼的线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线索来源于1天前大年30的鞭炮声。七台河市公安局有居安思危的公安习惯，用该局局长的话说，每一个节假日都是我们的工作高峰，所以越是过节，他们的神经点越是兴奋。按照局领导的布置，这天上午9点10分，新兴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到各片区开展基础工作，兼带串门走院给群众拜年。民警小刘警惕地巡查了辖区内的大街小巷、居民楼的前后角落，未发现异常。之后他特地到了东风居委会给老太太们拜早年。当小刘问起这2天有没有什么发现可疑人员和可疑情况的时候，居委会成员都回答说没有。只有一位哈着气搓着手刚从外面巡查回来的老杨听后掂量着说道，听说家住6栋 A 楼的杨德海办事非常诡诈，有人觉得他行动有点可疑。老杨的话引出了另一位居委林公海的话，他说，我发现杨德海这个人确实有些神秘，平常没见他流大汗挣大钱，却是经常吃肉喝酒，酒钱肉钱从哪儿来的呢？一条不起眼的消息背后似乎蕴藏着恐怖的阴影。刚才还喜笑颜开的小刘一下子变得严肃了起来。他马上询问杨德海住所附近的几位委员，委员们却是一口否认了老杨和老林的看法。这几位说，杨德海为人特别老实实在，从来没和四邻八舍的吵过嘴打过架，是一个本分人。2种说法互相矛盾。小刘平静地说道，嗨，但愿咱们片区没有一个坏人吧，这才好呢。大伙留2位巡逻的，其余大妈赶紧回家包饺子去吧。说罢，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揖。我代表公安局领导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愉快，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可是出了居委会的大门，小刘的心里却像是压上了一块石头。无风不起浪，难道这表面上的老实汉本分人，暗地里是一只嗜血的狼吗？一条细微的线索让小刘的内心难以平静了。翌日上午8时，分局团拜会上，大伙互相抱拳拜贺新春，之后很快进入了正题。局长张文福开门见山地问道，昨天下海有什么新东西没有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昨天下到基层摸排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大家不语。心头不安的小刘把昨天在东风街居委会2名老人怀疑杨德海的情况简单的抖了一抖。没想到刑警大队队长徐丽立即眉头一紧，盯着小刘道，你赶快把居委会主任老金以及认为杨德海可疑的老杨老林这2位老人给我接过来，我要细问。与此同时，敏锐的副局长张喜利当即让徐丽再派个人速到市局档案数据库，细致地搜索一下杨德海的有关资料。徐丽忙打手机请户籍处帮忙查一下杨德海的个人简历、亲属情况以及户口有无更动变化等等。最后张文福对大队全体刑警说，小刘大年30抓到一个平平淡淡的小线索，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啊。一来这是大年30春节的前奏，二来说不定小线索可以做出大文章啊。果然，徐丽散会以后刚往办公室迈步，就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中是一个女子很细很低的声音，杨德海有犯罪嫌疑，我和他是他有时候半夜回来，可我们竟然没有发觉。第2天以为他家没人，
但是听见门响的时候，我们拉开窗帘看，竟然是杨德海从家里走出来，这不是很怪吗？大伙都觉得这个人行迹有点不正常，但是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在手里。徐队长急问举报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几楼几门几号，对方却答非所问。因为今儿个是大年初一，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怕万一出事儿，才多余的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太好了，谢谢您。请问……徐队长刚想拢住这位警惕性颇高的举报人，问其住处和电话，好进一步深追，不料陌生女人啪的挂上了电话。徐丽顿时有些茫然了，但是他立刻想到了小刘所摸到的那条不起眼的线索。陌生女人的电话在春节举家团聚的日子里不早不晚的打来，与小刘摸到的线索不约而同的吻合，恐怕不是巧合吧。他似乎闻到了杨德海3个字里有一股异味。那是2年前七台河是解放50年来冬季气温最低的一个冰节。12月30日，人们准备着过元旦了，气温却骤然降到了摄氏零下39度，就像这刺骨阴冷至极的天气一样。七台河市公安局也面临着一个比冰冷的天气还要冷酷的案子。上午，七台河市建设银行新兴区建华储蓄所从开门营业以来就是显得非常冷落，存钱取款的储户特别少，一上午没来几个客户，直到中午11时许还是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也许是元旦牵着人们的心，该所女营业员郑敏、黄小娟见营业厅内这么冷清寂寞，就聊起了元旦购衣买物的消费话题。保卫干部柴满仓躺在沙发上听着听着，渐渐的睡着了。11时40分左右，厚厚的挡风门帘和保温双层门的接连启动声震醒了睡梦中的柴满仓。他微微抬起头，眨了眨惺忪的睡眼，看到3名从未谋面的男子挤了进来，个子都在1.7米上下，3人头上都戴着黄绿色军帽，其中有2个人穿着过膝的军大衣，另外一个身上穿着深蓝色的鸭绒服。进门以后，3个人异样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奇异的目光使柴满仓有些警觉。恰在这时，黄小娟也觉得气氛不对，她忙冲着3个人问道：“请问你们是存款还是取款？”“取款。”身穿深蓝色鸭绒服的男子冷冷地应了一声，旋即飞步向柜台冲来。几乎是同时，2名军大衣男子未等柴满仓起身，闪身跨到了柴满仓的跟前。柴满仓怒目圆瞪，他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便被一个手握铁锤子的歹徒砰的一声击中了头部，接着又受到了重重的2击。柴满仓顿时头上血光迸溅，斜倒在沙发下的血泊之中。被惊得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的郑敏和黄小娟这时激声地喊道：“抓贼呀！抓贼呀！”声犹未了，便见那名用锤子击倒柴满仓的歹徒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冲着已经躺在地上的柴满仓砰砰连开了2枪。此时那名蓝衣人将鸭绒服衣角一撩，抽出了一支约1尺多长的特制短枪，冲着惊呼的郑敏和黄小娟吼道：“不许喊，不许动，要不然就崩了你们！”这突如其来的极其恐怖的气氛中，郑敏、黄小娟本能地蹲在了柜下。接着他们听到了一阵吱嘎吱嘎的金属声。原来另一名身着黄军衣的歹徒已将怀中藏匿的约长50公分的铁签给取了出来，用力的狠撬存储现金的储蓄仓与营业厅之间的铝合金防盗门。不好！郑敏、黄小娟几乎同时想到，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挨近报警装置，启动报警器呀。但是看到身高马大的凶狠歹徒持枪对着他们刚刚挪动的脚步又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咣当一声，一记重响突然传来。原来手持签字的歹徒撬了半天，没能撬开防盗门，便招呼另一名歹徒帮着用铁锤猛砸。此时防盗门禁不住2名疯狂歹徒死命的推、撬、砸，终被砸开了。歹徒要进金库抢钱了，植物意识震动了郑敏几经麻木的神经。他比黄小娟距报警器较近，赶紧摸过去按动报警器，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刚一起身便觉得头顶被重重一击。拿锤的凶悍没等郑敏倒下，又冲黄小娟的头部一记重击。可怜2个女营业员在元旦前夕双双倒在血泊之中。当郑敏第一个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3名歹徒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有气无力的郑敏强挺起身，抬头张望，又险些被吓晕过去。只见黄小娟一动不动，死人一般躺在血泊之中，柴满仓衣襟处溅满了血滴，斜躺在沙发上，头上的血还在流着。再看营业厅，整个厅内物实遍地，一片狼藉。郑敏忍着头部的剧烈疼痛挨进电话，可是他没有料到，早有准备的歹徒已经将电话线还有报警线全部掐断。郑敏无奈踉踉跄跄地挨到了门外，几个好心的路人见他活像一个雪人，赶忙搀扶着他走到相邻的单位明星饭店，向110报警。市公安局以及新华分局刑侦人员风一般的赶到现场，只见保安干部柴满仓早因受锤击而死，怀有7个月身孕的黄小娟尚在昏迷状态，郑敏这时头晕眼黑，口不能语。郑敏和黄小娟后来经过抢救，侥幸脱险。柴满仓因为颅骨崩碎，失血过多，生命已不可能挽回。同时遭到厄运的建华储蓄所有8万元现金被抢走。七台河市公安局立即将案情上报到公安部、省公安厅，引起部及省厅领导的高度重视，立马挂牌督办。遗憾的是，强盗来无影去无踪，现场基本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尽管市公安局上下尽心竭力画影描图，连续30-40个昼夜不停地追踪，但月复一月，日复一日，3年过去了，这个1230特大抢劫杀人案的卷宗还没有一字落实，仍是空空一纸。可巧，就在这起杀人抢银行大案苦苦难破的时候，刑侦出身年仅35岁的安庆华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上任第1天，安庆华面对这份有头无尾的卷宗，心里很是不安。抚卷自问，他觉得此案不破，既对不起那位九泉之下的柴满仓，也对不起公安部和公安厅挂牌督办的热切期盼。每每从建华储蓄所门前经过，亦或从市报上看到有关建行的消息，哪怕有人提到建行这2个字，他都会觉得一种无名的压抑，一种愧疚，一种愤懑。有头无尾案不仅压得安庆华心如沉石，也压得市局分局其他一些领导和刑侦人员抬不起头来。此刻，刑警大队长徐立听到小刘反馈的东风街居民反映杨德海有可疑迹象，马上联想到了那起建行储蓄所被劫的杀人案件。那件悬案发生在元旦前夕，而今天的消息又发生在春节前夕。难道杨德海的可疑迹象与那个悬案有什么内在联系吗？难道杨德海就是那3名抢走8万元巨款打死柴满仓的杀人凶手之一吗？难道杨德海现在吃肉喝酒的钱就是那次得手的黑财吗？机敏的徐立拧断了抽得半截的香烟，立即向分局局长郑伟以及市公安局局长李伟东、副局长安庆华分别挂了热线汇报情况。李伟东在电话中当机立断的指示马上深挖，但是经过17名侦查人员暗中布网，
历经24个昼夜的秘密追踪审查，78名被暗访者竟然没有一个人道出杨德海有值得审查的犯罪嫌疑，更谈不上杀人证据。刑侦人员眼睁睁看着杨德海出没于市场、街道、饭馆，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自由人像是鱼儿在海中浮游。但是他们没有丝毫放松紧盯的目标，他们深谙一条侦破哲理：是狐狸总要出动的，是野狼总要露出靠尾。2005年3月12日，新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破获了一起裸女架线被盗案件。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芝麻粒似的小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江洋大盗。位于该区的东方废旧物资回收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这天上午10时许，带着调查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督办的抢劫银行杀人案这一特大任务的民警一鸣，侦查途中经过这个废品收购站的时候，瞥见门口有一段大约3-4米长的铝架线，他不由得一震。铝架线是一种特有的金属材料，缘何出现在废品收购站呢？为了不打草惊蛇，一鸣回到工作单位，衣服一扒，马上换上了一套便装，戴了一副宽边太阳镜，然后急匆匆地赶回原处。奇怪的是，10分钟前扔弃在门内一侧的那段铝架线却不翼而飞了。以顾客身份出现的一鸣开始了秘密调查。我想要买点铝架线，听说这里有啊。收购站的销售员张明杰则警惕地问道：你买这个啥用场？还用说吗？这东西用场大着呢。一鸣随意地答着：我是五金再生厂的，你明白了吧？五金再生厂这个牌子打动了销售员张明杰的心。他知道再生厂大多都是黑厂，废品站卖给这样的人是黑对黑，再对路不过了。放松了警惕的张明杰马上把一老板领到了一个库房门前，将库房门给打开。霎时一鸣是大吃了一惊，眼前小山似的铝架线映着门外射进来的阳光，银灿灿亮晃晃，耀人眼睛。急于出手的张明杰开门见山地问道：怎么样，一老板，这些成色都不错吧？哎呀，这么多的货，都是从哪儿进来的？我能不能跟卖线的主见见面呢？那怎么可以呢？开什么国际玩笑？张明杰不屑地说道：您这位大老板怎么说话这么没边没样的啊？开个玩笑。那好，咱们谈谈价格吧。聪明的一鸣在确认这批线材是赃货之后，很快同张明杰谈妥了买入价格，借口钱不够回去拿钱，向刑警大队长徐立做了紧急报告。徐立立即下令将废品站负责人请进该站附近的派出所，挖出兜售铝架线的卖主。不到10分钟，一条惊人的短信在徐立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卖主叫杨德海。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在这闪电般的秘密调查取证中，在消息封锁的极其严密的情况下，杨德海竟然会掐指神算，没等民警去其家逮捕，已经逃之夭夭了。密查杨德海，发现其身后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疑点。这个疑点是通过秘密查阅距七台河市100里的皮德镇矿业开发局的历史旧档案所发现的。1998年，一个叫杨再兴的人在皮德镇投资，准备开几个美井。1998年，一个叫做杨再兴的人在皮德镇投资，准备开几个美井。但是后来矿业开发局发现其用地手续不全，同时还发现其他环节上有一些问题，让其补办手续。
不料对方超了很长的时限，也未将应补的手续给交上来，因此矿业局没批，杨再兴开矿的事情就告吹了。据矿业审批科科长魏先进回忆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杨再兴系化名，其真名叫做杨德海。他在这里一共投资了几十万元，准备开矿赚点大钱。后来大概是由于他是外来户的关系吧，当地的关系还有脉络没有捋顺，所以造成了手续不完备，矿呢也没有开成。查原始知情人与杨德海共谋开矿事宜的李某称，杨德海确实投了资了，而且投进去的不是个小数目，那起码得有几十万，但他太急于赚大钱，所以只顾了投入资金买设备、选矿址、招人员，没有料到审批很严，手续不够就没批下来，以至于后来他这几十万元的投资也就全都泡汤了。至于杨德海缘何有这么多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接受杨德海投资的一些知情人均回答，这个嘛，属于隐私，我们不知道。但当时他们对于杨老板这个人感到很神秘，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因为在东北这个最穷的煤城里，一个外人到这里一投就是几十万元的巨资，确实有派头。可人们始终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有派头的投资人的真实根底。徐丽马上做出了分析判断，杨德海一投就是几十万，显示他非一般的普通工人。在几十万投资的背后，他很可能拥有几个几十万乃至上千万。一个吃工资的普通人，既不可能有这么多钞票，也没有这个单挑独干的胆量。尤其是他的挥金如土，几十万元的投资，由于没被批下来，便一气了之，毫不把钱放在眼里。这说明他不仅钱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还讲，也还有两种可能。其一，钱来的极易，外面还有大买卖；其二，钱来源不正，可能是黑钱，否则用血汗换来的钱绝不会这么轻易的撒手。在做了上述种种严密的逻辑分析之后，部分刑侦人员大惑不解，因为从掌握的资料来看，杨德海仅仅是一个小小供电站的临时工，其每个月的工资仅是几百元。那么这几百元的背后有什么隐秘呢？分局副局长张喜利、刑警大队长徐立马上各自率兵分路深入追查。他们跑煤矿、下矿井、进居委、入小院、查疑点、做记录，终于了解到杨德海的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况。根据与杨德海接触颇多的部分知情人士介绍，杨德海前些年嫌单位效益差，挣钱少，于是辞职下海，去深圳、广州一带打工。几年不见，回来以后他模样大变，身上西装革履，胯下坐着豪华摩托车，好一番潇洒气派。问他怎么发了大财了，他答道，这是用命换来的。原来杨德海辞职以后，即到广州给一香港投资内地的大亨当了贴身保镖，每日时时刻刻不离老板左右，保护老板安全。一个月下来，工资不下万元，有的时候还能多拿2个大红包。但是这些是不是真实情况，提供人不能肯定。他们说，只是听到杨德海自己聊出来的。徐立派人寻此线索探究下去，结果证实此消息虚假不实，是杨德海故布幻影，散布出来掩人耳目的假象。在张喜利、徐立深入调查之际，另一路侦查人员则获取了颇有价值的消息。杨德海只要一出门，就3俩月的不回家，但是每次一回家，总能带回7、8万乃至20、30万元的现金。更有人称，杨德海曾经去满洲里、绥芬河
在那里长时间滞留，不知道干什么。另一条消息更令张喜力和徐丽震惊。消息称，有人亲眼看见前年秋末，有一天杨德海外出归来，手上胳膊上都有刀伤和血印，在家里养了差不多2个多月才敢出门。循线再追，刑警队暗查人员又得到了一条更让人兴奋的消息：杨德海在绥芬河市伙同一个叫做任广亮的进行过抢劫。那么杨德海手上胳膊上的刀伤，是不是在这一次和任广亮的合伙抢劫中被对方击打所致的呢？他在绥芬河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犯罪行径呢？当刑侦人员将对这些线索的剖析与盗窃吕家县以后杨德海神奇的失踪衔接起来的时候，他们又一次联想到了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银行遭到抢劫特大案件。杨德海会不会就是杀害柴满昌的凶手呢？刑警们脑海中似乎出现了杀手的阴影。徐丽拍案而起，他怒道：即使柴满昌不是他杀的，杨德海也肯定是一条凶狠的潜伏于深海的大鲨鱼。局长李卫东马上下令，一定要活捉这条大鱼。2条缉拿警线从分局发出，一条明线继续以满洲里、绥芬河、广州等杨德海落过脚的地方为重点，追查杨德海的下落；一条暗线在杨德海家及其家属处布控蹲守。眨眼之间，几10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杨德海踪影皆无。2005年4月30日晚上12时许，蹲守在杨家楼前的警员小徐等3个人正准备换岗的时候，忽然朦胧的夜幕中出现了一辆疾驰的出租车，停在了居民楼前。车上匆匆跳下一个人，左右瞧了一瞧，飞快地跑进了楼内。霎时杨德海家窗口的灯亮了起来，可是不到5分钟，灯又关掉了。刚刚潜回到家中不过几分钟的杨德海，被破门而入的7、8条汉子按在了床头。但是事情却极不顺利，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代价才逮住的这条大鲨鱼，一入网变成了死鱼。任预审人员3番5次的轮番进攻，也攻不破杨德海的心理盾牌。一连3天，近50个小时的审讯，杨德海就是死鱼不张嘴，除了眨眼喘气儿，一句话一个字也不吐。看样子这条死鱼要长期扛下去了。预审人员在与杨德海冷漠的对坐中感到十分棘手，但是他们也深知死鱼只是一种自我麻醉，随着时间的延长，心理的变化、外界的刺激等诸多因素影响，死鱼终究要变成活鱼的，而且刑法规定零口供也照样可以判刑的。但是那是在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证据、犯罪过程完全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杨德海现在像是一条罪恶的毒蛇，刚刚露出了头，其隐藏在蛇穴中的犯罪事实、犯罪细节、犯罪同伙等均还没有被全部掌握，因此零口供的法律对于杨德海来说还不适用。而且时间的拖延不仅对七台河市刑侦人员不利，更对整个社会治安不利。因为假如杨德海有同伙的话，那么那些亡命之徒肯定还在祸害他人。正像局长李伟东所讲，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杨德海，才有可能尽快的拿下隐藏在杨德海背后的犯罪狂徒。张喜力和徐丽一方面紧急研究促使死鱼张嘴的各种计划，一方面把刚刚研究制定好的一套最佳方案直接向市局安庆华副局长做了汇报。5月3日夜里11时45分，安副局长指示
可以按照最佳方案进行充分准备。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刑侦出身的副局长同意了分局的方案设计，并幽默地嘱咐：一定要把假戏给我演真，真情才能动人呐。翌日，杨德海被转到了看守所。一进看守所的大门，杨德海的小眼睛里便闪出了疑惑的神情。他大约想，由于自己像是一个哑巴，坚守阵地，不言不语，触怒了警察了吧，所以被弄到了这个铁牢里面。自己必须要做好挨打的准备，弄不好一会儿就会皮开肉绽。可是他没有想到，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好像是个小官。到底小官是什么身份，他一时猜不出来。只见两个人脸上带着微笑，不像是来向他刑讯逼供的样子。他不仅心头产生了疑问。杨德海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不仅没有皮开肉绽，而且一见面就结识了那个笑模笑样的小官。他叫王海军，是分局刑警大队一个中队长。进来以后，王海军不但不打不骂杨德海，连案子也没问。对于杨德海接连数天装哑巴的事情，他也是只字未提，好像不知道这码事情。他只是非常客观地说：杨德海，你在公安拘押室里不太合适，因为明天还得抓2个人，那里已经装不下了。这里呢地方大，房间多，给你换个新环境，新地界。一两句话说的杨德海心头略微动了一动。王海军说着，递给杨德海一只红塔山，给杨德海点上，正要细聊，进来一位警察，直言直语的对王海军说道：钟队长，下午2点你不是开会吗？现在快12点了，你是不是得赶回中队里去吃完饭做准备啊？哦，对，那好吧。王海军指了一下杨德海，冲这名警察说道：这个是我的一位朋友，给些照顾，别让人给欺负了。好。警察答应着，王海军朝杨德海简单的挥了一下手，招呼了一下，便走开了。警察叫做龙伟明，果然按照王海军的吩咐，马上对杨德海进行了关照。他转身就拿了一个热水瓶，一个白瓷茶缸，对杨德海说：这个热水瓶和杯子以后就归你了，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就说话。杨德海第一次张嘴说谢谢。之后在2、3次审讯中，龙伟明没审一个字儿，没问一句案件，更没有任何的打骂和踢踹，只是问他是嗓子肿痛还是身子不舒服，要不怎么不爱说话呢？渐渐的，从递烟点烟、吸烟倒茶、喝茶品茶之中，2个人有了语言交流。死鱼不但张开口，而且开始随意吐泡。杨德海一旦和龙伟明聊起社会上的打打杀杀的事儿，就不由自主的评头论足，收不住闸，说个没完。